大家好，我是大国手，我是学哲学的。这个专业学久了，人就会显得呆板、无聊。我就考虑做一些快乐的事情，比如喝酒，比如骑摩托，比如喝了酒骑摩托。最后这个绝对不可以呀，因为真的会快乐死的。骑摩托其实很哲学，我看过一本书叫《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》，我也想写一本叫《哲学与摩托车常见事故》。跟那本书比，我这个算前传，毕竟你得先出事故才用得到维修艺术。书的引言我都想好了，我骑故我在，我骑太快我就不在。学哲学也给我谈恋爱造成了一些困扰，因为我根本分不清男人是喜欢我还是喜欢哲学。有次在酒吧玩，一个男生知道我是学哲学的，就问我最喜欢的哲学家是谁。我随便说一个卢梭，他就说：哦，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，那你一定是个自由主义者。但我很讨厌别人给我贴标签，我说不是，我喜欢卢梭是因为他很外放。众所周知，卢梭是个暴露狂，现在众所周知了。我就想，他很懂吗？卢梭那个枷锁该不会是一根裤腰带吧？真的，我觉得没人比卢梭更需要枷锁了，给我锁死。紧接着他又开始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。他说，我开始以为你是一个人来的，但现在我认为你是3个人来的。我问他什么意思，他说你身上有自我、本我和超我。哇，跟我聊我的专业，他是想让我发现他的缺点，还是想让我发明他的优点？我就说神经，你跟弗洛伊德喝吧，我们3个要走了。不过他说的也有点道理，本我是人的原始欲望，超我是理想中的我，自我是人在社会中的样子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今天的学术交流环节就到这儿了。说深了你们听不懂，我也不会了。这种人见多了，我就受不了别人在我面前卖弄。骑车的时候还有大哥跟我比速度，骑到我面前，我很生气，他一个电瓶车怎么也有超我？谈恋爱我也下定决心要谈一个不爱卖弄的、没文化的，这样就能保证他只是喜欢我，不是为了从我身上学到点什么。我就谈了一个 rocker 乐队的贝斯手。哇！我们是在一个文化空间认识的，他当时就住那个空间。我觉得他好酷啊，他都没有家。也没有工作，但他也不是一无所有，他还有女粉丝及其微信。不过我想说，人确实会因为一些职业、学历、才华对人有滤镜，爱上乐手，爱上哲学家，爱上徐志胜。但很多时候他们的魅力全部来自我们的想象力。徐志胜这样都叫绝美，那我岂不是超美？我们今天的比赛是1v1v1，
徐志胜他想跟厉害的人打，就给我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。他哪里是绝美，他是不顾别人死活的美。我还是喜欢 rocker 吧。朋友问我看不看对象手机，我说不看，我一个高知女性抹不开面子，但本我不干了。等啥？看呀。超我说他只是在维系演出客户，在自我安慰。朋友也觉得和乐手谈恋爱有风险，我觉得还好，我又没钱，我有什么好失去的？后来他就骑我摩托。摔了我的车，我想把他甩了，但修车很贵，我就给他找了个班上，既能挣钱又没时间骑我车，对我来说他不存在即合理。还好我只是失去了一下摩托车，没有失去自我，我们3个过好比什么都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国手。厉害厉害，哦，这稿子厉害。第一位新人，我们带点新人的震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国手。我是学哲学的，一个哲学硕士。哇，谢谢。毕业4年没工作过。上学的时候天天想，我是谁？我从哪儿来？我到哪儿去？毕了业天天想，哲学能找啥工作？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吗？人不吃饭能扛几天？虽然哲学不好找工作，但是我的心态很好。我看过一本书叫《狗屁工作》，说大部分工作没有意义，违反人性，甚至危害社会。哇，有受害者，受害者，受害者！我学进去了，差点饿死，就开始讨生活，所以我今年考了哲学博士。考了摩托车驾照，我是2手准备，考博失败就跑摩的，对，现在就在跑摩的。跑摩的比哲学容易多了，因为我不用问他从哪里来，我只用问他到哪里去。但是跑摩的收入不稳定嘛，也有一些其他收入，有时候教课，有时候跑腿儿，有时候借钱。我不想给朋友添麻烦，借钱的时候就会说这2年还不上，你有闲钱再借给我。借的次数多了，就有了一点心得。从哲学上说，人不能2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同理我也不能2次找同一个人借钱，因为得还上第1次。对，最近没有跑摩的了，是因为之前男朋友骑我的摩托车摔断了手，进了医院，要花钱。当时手里确实有笔钱，但摩托车也该修啊。摩托车很重要，车没了，我就没了生产工具，只剩我这个生产力，无能为力。我想1份钱掰成2半花，又怕2边都修不好。我男朋友是玩乐队的，又不赚钱，我总得保一个劳动力吧。我就想，要不先分手，等他好了再谈。但我又舍不得，因为他长得有点帅。
我就感觉生活好像下象棋，保帅还是保车。行了，节奏好好。他这个确实挺深的，谢谢。这是他最好的，有点像娘娘的气质。我就给他出主意，我说你找你朋友借钱，但他朋友都没钱，我就把钱借给了他。朋友们，色令智昏。我现在就是后悔，已经4个月没收入了。赎车，我得先跑摩的赚钱；跑摩的赚钱，我得先赎车。别人是电车难题，我是摩的困境。从哲学上说，现在就是我有车，但是我没有车。我得破局，就想找工作，但哲学真没合适的工作。设想我真进了公司，能干什么？别人擅长推广运营、商务洽谈、做 PPT， 我擅长提出问题、思考问题、留下问题。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，老板问我怎么办，我说凡是现存的都会走向灭亡的。哇，厉害！老板说，难道你对公司就没一点感情吗？我说没有，但我对公司充满理性。从理性上讲，这公司早该倒闭了。当然这么理性的人也没公司敢要，我得接着破局，就约朋友喝酒想办法。他喝多了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天天出来喝酒，还是要有点精神追求。他就买了我的哲学课，2万块，100次课，健身房都没我敢买。他上了3次就不来了，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赌对了。我这个朋友他也健身，也就是他身体和心灵都被骗过。虽然没钱买，但是还是过得挺开心的。学哲学没别的好处，就是想得开。哲学书上说，穷人也可以获得精神自由。我和几百年前穷困潦倒的康德看的是同一片天空。我很想对他说，康德老师，你当时也这么饿吗？谢谢大家，我是大高手。大家好，我是鸟鸟。我也是一个全日制女硕士。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居家了2个月，怎么说呢？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，因为一个人居家真的非常难熬。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，有人问我说，你一个女孩子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，没玩过过家家吗？我也玩过家家哈，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又懒得动呢，我都是演爸爸。我妈也经常劝我说，你要学学做饭，但对我来说做饭很难有成就感，因为你饭做得再好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。我妈说，但几年前还出土了几个魏晋南北朝的饺子。我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它好吃的话呢？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。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，真到自己做的时候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。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，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，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。
除了操作上的困难，我还缺乏常识。我在家用平底锅小心翼翼地做了1周的炒鸡蛋，才发现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，是要加面粉的。我知道了这个诀窍，又把饼做得太厚。那天我打开一个5分钟快手菜视频，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2个小时，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外焦里生。外面已经焦黑了，切开里面还会流汤，外有致癌物质，内含沙门氏菌。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事迹呢，都说我是绝命厨师。总之，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我烧坏了2个锅，手机进水了1次，煎个鸡蛋还把煤气灶的灶眼堵死了。我总结出了规律，我干的活越多，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。我的朋友都很担心我，说你小心点，别把家给点了。我说放心吧，灶眼已经堵死了。最让人挫败的是，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，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。每天我做饭2小时，吃饭10分钟，洗锅1小时。谁能想到这其中最煎熬的竟然是中间的那10分钟。厨房在文艺作品里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，但我们都误会了，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。厨房里有刀，有火，有油锅。你们知道哪里还有这个配置吗？地狱。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，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大家去这2个地方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。所以当别人问我你下厨房吗，我都会说我下地狱。我每天要下3次地狱，我一个人住嘛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？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。我又一想，妈妈做了20多年的饭，我心里现在想起来就会觉得很崇敬。有人问我说，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妈妈做的饭吧？那倒也没有。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，我在上海还要给我爸点外卖呢。也有朋友安慰我说，你不会做饭呢，正好筛掉了一批不合适的男生。我说对，我筛掉了一批需要吃饭的男生。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劳动课程标准，从今年9月起呢，小学6年级的学生也要会做3道家常菜。怎么说呢？我想生孩子。真好，真好。你们也知道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，所以我昨天请了几个演员朋友去我家吃饭。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。我今年的策略就是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挑战我呢，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。我来之前还想我的稿子里有地狱，会不会太沉重了呢？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，所以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平稳啊，只有2条路啊，晋级上天堂，淘汰下厨房。上天堂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鸟鸟。大家好，我是鸟鸟。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，是吧？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。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，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，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：“这是谁的臀围啊？这么大？”服装老师说：“这是鸟鸟的腰围。”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。我妈也很关心，不知道她从哪儿听来一句健身圈的口号，说自律给你自由。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。我想上高中的时候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，上大学你说工作了自己赚钱就自由了，工作了你告诉我下了班就自由了，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。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，我咽不进去了，我在戒碳水呀。
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，我不靠脸吃饭是吧？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。我妈说创作怎么了？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。你看人家海明威是吧？茨威格。我说妈妈，你是真的会举例子，死得比这俩惨的作家都不多呀。我觉得自律和自由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，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。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，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。我想你都要奋斗了，还要佛系，这也太矛盾了，怎么奋斗啊？南无阿弥陀佛。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，它真正想表达的是好身材能吸引异性，健身有助于求偶。所以想到这里，我就去健身房了。我是为了去我去积累素材。我早就知道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，果然一进去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。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。我说对，我圆肩驼背，骨盆前倾。还有膝超伸的问题，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，再不健身就完了。教练说啊，你也学过 PUA 啊？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，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哈，因为他教的很专业，也不着急卖课，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帅哥。对，我也有眼睛。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，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，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。教练说你刚开始练，手上还没有茧子，我手上茧子就很厚，你摸。当时我就想，我的天呀，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。开玩笑，我想的是你胸肌上有茧子吗？然后就摸了嘛，就买了1万块钱的课。有的时候你明知那是消费陷阱，但是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，你只会感到喜悦，你只会想太好了，天上掉陷阱了。帅哥还每天监督我早睡早起，让我跟他汇报今天吃了啥，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，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。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，一定要特别标准化的饲养自己，力求把自己的肉质养得特别柴。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，我觉得健身房啊，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，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定滑轮。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，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，然后放回原处，连西西弗斯看了都会说这做的是无用功吧，这个。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2个月，好不容易有点成效，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，见你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胖了？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，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，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。我一想去见他还要戒糖、戒油、戒碳水，我就觉得算了，我还是戒色吧。自打办了健身卡，身体没有变健康，灵魂得到了升华。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，内心十分纯净。我也理解了自律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，就是只要我自律的不去想胸肌，我就可以自由的吃炸鸡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鸟鸟。大家好，我是鸟鸟。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。是的，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。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，每一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吸一吸肚子，吸一吸肚子，而我都会告诉他已经在吸了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你以为我在躺，其实我已经在卷了。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，躺和卷怎么选？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，好像我们有的选。
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，是吧？一条铁轨上躺着5个人，一条铁轨上躺着1个人，问如果是你，火车该往哪儿开，是吧？但真到了社会上，我才知道，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儿开，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。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都躺在铁轨上，只有李诞在开火车。他想压谁就压谁，我们被李诞压，李诞被网友骂。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选择范围都是有限的。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，问宝贝儿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？我指着老板背后说，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。我妈说，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？这也让我想起我学二胡的过程。在我小学2年级的一天，我妈问我，宝贝儿你想学二胡吗？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。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、吉他和二胡里你想学哪一个，她问的是二胡你想不想学。在2年级的我听来，这句话就是这个脸你想不想要。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，学也学不在心上。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，我去上班了，你自觉点，该干啥干啥。我就知道我该看电视了。但我也没办法踏实的看，我会焦虑自责，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，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一边拉二胡。我给电视配乐，那时候在播《家有儿女》，有一集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，夏东海不在，我一拉就感觉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，好像也没什么意义，因为二胡不是一个适合展示的乐器，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。你能想象吗？2个男生走在街上，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说，哎，2点钟方向，2点钟方向，有个女生在拉二胡，你有零钱吗？除了拉二胡，我也卷学习。拉二胡和做题，这就是儿时的我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。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，就是遇到困难就想刷题。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，我也总想，如果有一套真题刷一刷就好了，最好有一本5年大会3年模拟。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，我听到的仿佛都是字数800，文体不限，诗歌除外，不要退赛。有时候还有附加题，是吧？已知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含漱液搭配活性炭牙膏，帮助修复口腔黏膜损伤。问：如何将以上信息巧妙地融入段子？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，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，把题干抄下来也能得分。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，会做题也没有用，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参考答案都是略。我和他能长久吗？略。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？略。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？略。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，好像他说你想知道答案吗？就不告诉你。略。躺和卷怎么选？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。我每次上飞机都会既带着 U 型枕，又抱着笔记本，低头写稿会想不行，颈椎要完了；躺着睡觉会想不行，工作要完了。我这个人就是躺的时候想卷，卷的时候想躺，永远年轻，永远左右为难，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。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，我会选躺。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，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。我希望有一天我对生活的态度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，就是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鸟鸟。大家好，我是鸟鸟。我这个人呢，很容易感到尴尬。突围赛我晋级了，其他选手都来祝贺我。建国跟我握手，我和建国握手。杨波跟我碰拳，我和杨波碰拳。呼兰也伸过来一个拳头，我握了握呼兰的拳头。你们握过呼兰的拳头吗？很尴尬。
当时我就想，好怕呼兰嘲笑我，但我又觉得他不会。呼兰可能会想，哎呀，我要是出剪刀就好了。有一次我坐电梯遇到2个女生啊，我一进去我就知道她们也很内向，因为我一进去就听到后面有2个声音，其中一个说可以吗，另一个说没事儿，然后第一个声音说鸟鸟，我说嗨，然后我们就都沉默了，那一刻就特别的尴尬。我觉得电梯是个特别适合体会尴尬的地方，如果你要体验恐惧，你可以去鬼屋，你要体验尴尬就要进电梯，即便鬼屋里有一个电梯，你和鬼一起站在里面，你也只会感到尴尬，你也只会说嗨，你今天还挺恐怖的。我也很怕坐别人的电动车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抓哪里。有一次我坐中介后面，就只能抓他衬衣的2边，他衬衣又很紧，就很难抓。他车又开得很急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您能开得稳点吗？他说你能不挠我了吗？我就明白古人为什么喜欢骑马了，因为骑马能抓呀。对，我最近写的梗就是这么的抓马。排队这么来，因为怕尴尬，我就经常一个人待着。我就想一个人待着总不能尴尬了吧？直到有一天，我投屏投到了邻居家。我正奇怪呢，为什么电视一直加音量还是没有声音啊？小区群里一个大哥已经崩溃了，说别投了，已经要聋了。他还在群里发了我电脑桌面的截图，那一刻我就明白什么是精神走光。当时我看的是脱口秀大会，大哥还说这节目营销也太厉害了，没人看也不能硬往人家里投啊。你知道，原来只要你是一个尴尬人啊，独自在家也是可以尴尬的。我就很羡慕那些大爷大娘，他们就不太会尴尬，他们很自我，他们可以旁若无人，在公园里撞树、跳舞，和老姐妹们摆成一个五角星。因为他们用50、60年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想法都不重要，人应该只在意那些最重要的人，配偶啊、子女啊、广场舞的舞伴啊。我觉得他们活得比年轻人更平和、更洒脱、更明白人生的意义。我就希望我也能早点到达这种境界，到时候我就不怕社会性死亡了，我甚至可以社会性找死。我就跟中介说，觉得痒痒吗？忍着。跟邻居大哥说，给我把会员充了。跟呼兰说，别装酷了，把手张开，我来出剪刀。我不想再内向了，我甚至要变得非常聒噪，让邻居都忍不住说，鸟鸟不要再叽叽喳喳了，叫你鸟鸟不是让你真的变成鸟啊。总之最后呢，希望大家都能活得更轻松，少一点尴尬，多一些自在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鸟鸟。大家好，我是鸟鸟。我也是在上海租房住哈。租房很麻烦，因为要去看很多房子，有时候上一个租客还没有搬走，我进去就要强装镇定，像一个视察的领导，说啊，柜门好用吗？啊，卫生间水压正常吗？行行，好住就行，啊，你住吧，啊，我租不起。但所有的房子啊，你不到真住进去的时候，都发现不了它的问题。比如说我现在的房子住进去才发现，每天下午2点呢，都有成群的小孩在下面玩闹喊叫。谁能想到我花几千块在城市竟然能租到海景房。刚租好房子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憧憬，看了很多家装视频，标题都是打工人1000块爆改老破小，就是里面有一个人拿着刷子2倍速这儿搓搓那儿搓搓，家就变漂亮了。但我自己尝试了才发现，我不想拥有他的房子，我只想拥有他的工作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，回家不想躺着，竟然还有力气刷墙？我就想，这个博主这么热爱生活，他一定很不热爱工作吧。
为什么我回家就只想刷短视频呢？同样都是刷，人家下班刷墙啊，刷完了开心，我刷短视频啊，刷完了想死。租房也免不了要搬家，我也是自己找搬家公司搬，没有交朋友。因为只要你找朋友帮过这种忙，就会知道还是搬家公司比较便宜。但就怕遇到那种不正规的公司。当时我和师傅定好价格就开始搬，我也帮着搬，东西不是很多嘛，就很顺利。直到师傅抱着我的最后一件东西站在楼梯口说：“好累啊，能不能加100块？”当时我看到豆大的汗珠，师傅头上一个都没有。但我就有点害怕，因为师傅知道我家住哪儿，是吧？那一刻我就想马上搬家，但我搬家还得再找一个搬家公司。我就希望我能长得高一点、壮一点，这样我就可以毫无畏惧地跟他说：“你累了吗？你好菜呀。”然后我就接过箱子，背起师傅一起上楼。我就好希望遇到那种坐地减价的搬家公司啊，就是你这个箱子虽然大，但特别轻，要不要给你减100块钱？就是你一个人住害怕是吧？我把眼睛蒙上给你搬。我也知道有时候我是过于谨慎、杞人忧天了。我白天出门之前就把窗帘都拉住，晚上进小区就把耳机摘下来听周围的动静。收到快递要先把信息涂黑，开关门都十分迅速。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特工。虽然没有很多本护照，也没有一箱现金，但行为极其神秘。就是我的代号现在是张先生，街头暗语是放门口就好。我还会在阳台上挂男士衣服，门口放男士拖鞋。总之要想保障安全呢，要么假装我是一个男人，要么假装我有男朋友。我就很羡慕男生，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男人，顶多需要假装自己没有男朋友。当然常年挂着男生的衣服呢，我自己也会试着穿一下，就真的很宽松很舒服。有一次邻居就问我说，为什么总见你穿男朋友的衣服，但从没见过你男朋友啊？我就需要一个机智的回答，我说啊，因为我男朋友进去了啊，我公安局的亲戚抓的。然后这句话就包含很多信息，你知道，第一，我男朋友不好惹；第二，我在公安局有亲戚；第三，我连男朋友都弄进去了，说明最不好惹的其实是我。所以为了安全呢，我现在交朋友也很功利，只结交25到30岁的精壮小伙儿。就是如果谁能正好穿上我放在门口的鞋，谁就是我的真命天子。小北听完我的处境，义愤填膺，说一定要帮助我，就是愿意给我2双他的旧鞋。可能这就是脱口秀演员吧，解决不了问题，只会瞎幽默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鸟鸟。大家好，我是鸟鸟。谢谢谢谢愿你快乐不止5分钟哈，一个美好的祝愿。但大部分人一辈子要活2万多天，所以5分钟是其中的576万分之一。祝福如果过于保守呢，就不如不祝福。你这就相当于跟人说恭喜发财不值5毛钱。但我也理解，因为快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反正在我家，从小我一快乐，我妈就会跟我说别嘚瑟了。我考了100，我妈就说小心乐极生悲。我要考了99，我妈就说你看乐极生悲了吧。我妈总是很怕我乐极生悲，笑死，我现在根本就不乐。我平时的生活状态只有3种：中悲、大悲、超大悲。聊聊是太多。
甚至接受夸奖我都很难开心，因为我更习惯于接受批评。现在看到网上有人说鸟鸟妈妈爱你，我就觉得哎呀都会过去的。看到网上说鸟鸟的表演太差了，我就觉得啊妈妈爱我。人们都说小孩无忧无虑啊，但我当小孩的时候也没有快乐过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叛逆过。我最叛逆的行为就是和我妈讨论其他小孩有多叛逆。我最叛逆的想法是有没有可能纹身但不被家长发现，有没有那种肉色的纹身，或者在胳膊上纹一个蚊子包。到了冬天别人问这个天气有蚊子吗，我就说不是，这是我的纹身。我都想过能不能跟纹身师商量一下，就是我给你钱，你给我纹身，但是纹到你自己身上。然后我想跟同学炫耀的时候呢，你就过来一趟。总之我从小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人，长大了也比较内向。但有网友说真正内向的人呀，也根本不会上台。在这里我想说，对，我就是装的。内向说演出来的，他们都是来争大王的，只有我是来当影后的。为了装内向，我说一句话总是最后2个字声音特别小。别人问我中午吃了啥，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。他说啥？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。虽然他吓了一跳，但还是不知道我中午吃了啥。我用这个方法迷倒了很多人。我这不是真正的内向，我这是科技与狠活呀，哥们儿。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李诞的妹妹，说我是不是李鸟哈。我真是奇了怪了，我要真是他妹妹，为什么他不能跟我姓，叫他鸟蛋？你们看网上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声音，但我记住的只是这些。朋友说我是个悲观的人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是其他人过于乐观了。他们只会被困难打得措手不及，而我在困难没来的时候就魂不守舍了。正要等到困难真正来临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吓得要死，而我已经十分明智的死透了。我觉得我虽然悲观啊，但他们也只是在傻乐。我朋友说你倒不是傻乐啊，你这是傻悲呀。在我这种悲观的人眼里啊，快乐基本也就2种情况啊，一种是应该干啥但不用干了，或者不应该干啥但干了，我是说在合法的前提下。比如说现在你觉得应该给别人投票但你没投，或者你觉得不应该给我投票但你投了，你就会觉得快乐。不但你们快乐，我也会感到快乐。我最快乐的时候其实是闹钟响了，但我把它按掉，但我选择的是5分钟后提醒我，这5分钟是最快乐的。所以快乐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上班可以迟到10分钟，你就可以快乐不止5分钟。所以最后希望大家凡事都往好处想，尽量傻乐，不要傻悲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鸟鸟。就大家看得出来啊，我是徐志胜，真的就大家看得出来，我这个长相就很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了。就是无论台下的观众在干什么，只要我上台，大家都会忍不住的看我几眼，然后说这个好笑，这个。进入这个行业之后，我确实经历了很多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，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。我当时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，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，在那跟我聊天，聊到最后问我说：“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到？”
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的跟我说志胜啊，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。当时我都懵了，我说导演啊，就我这个长相，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。这就炸了，我天！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？而且确实，当我拿着面膜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，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，就在那里疯狂的发弹幕。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，全都是问号。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！我就特别不解，直播间的时候我就问导演，我说导演啊，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？副作用吗？罗老师都笑成这样了，还不拍吗？真的，我有时候看着自己的长相，我就在那想，我说这个长相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？直到我开始脱发。哇，这要死灯了啊！要死灯了！真的，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，脸还越来越长，我就感觉我的脸在跟头发抢地盘。就跟大家说句实话，以前这些部分都不是脸。就这个头发掉的呀，是真给我长脸。这不错啊！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，就很难让人相信我是一个95年生的人。真的，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。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。哦。哎呀，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长相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。就前一段时间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，我正在那挑呢，突然老板凑过来说：“这个最便宜。”机会了，智胜四灯最高兴的是何广智。真的，我当时都懵了，我就心想，我说这是什么意思？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，说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了。哎呀，这个长相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，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。经常会有朋友看着我说：“志胜，没事没事，你自己啊想开点儿。”就经常安慰的我手足无措，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，我也不自卑。但大家一安慰我，我就感觉不自卑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。但我就认为啊，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，只是长得不同而已。但是你会发现，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。经常我就认为啊，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，也不存在绝对的丑。但上次说到这里，一个朋友打断我说：“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。”太猛了！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，因为脱口秀的观众看到我这个长相就是很开心的笑。有一次我去演出，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，全场爆笑了5分钟。就在那5分钟里，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但我想着，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，
我就给大家说，大家能不能静下来听听我的内容？大家一听说，我的天，口音也这么好笑。好吧，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袅袅。我是个内蒙人，我的老乡李诞、Rock 和杨蒙恩都在讲脱口秀，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。你们可能看得出来，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。我从小就这样，爸妈为了改变我，让我学了音乐，我学的是二胡，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。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，钢琴、单簧管、小提琴，只有我拉二胡。很多小朋友嘲笑我，除了我最好的朋友，学的是唢呐。我们立志，等我们长大了，50、60岁，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，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。这个劲儿太独特了，感觉他没有情绪，然后像一个 Siri 一样在念。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，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《赛马》，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，热爱比赛；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，比什么赛呢？每匹马都是要死的。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，可爱。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，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。刚才在卫生间，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，都没有水流出来。这是什么破包？我就我想，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。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，水流出来了。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，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。来了，吃了吗？天气不错哈。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？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？比如，杨澜老师，你好，我有可能得到您的拍灯吗？他那个有危险，我感觉可能会被这种怪物打走。海东脱口秀，学习一下，哇！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，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。书上说，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，他看你的时候瞳孔就会变大。但是我没有办法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，我就上网查询了验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。到时候就来测个瞳距，大夫我多少度？不重要，你不爱我。有本书叫《内向者优势》，它安慰到我了。但是没有一本书叫《外向者优势》，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，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。他说我知道呀，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，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。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。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，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。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，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，因为如果没有人救，我只是可能会死。可是，一旦有人救，我还得跟他打招呼。哇，这个很好啊！这时候，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，我都会想，
我应该叫他吴老师还是叫他松哥？就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，但是叫松哥又太亲切了。武松可能也想，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？但是他没有叫我，如果我贸然的过去，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？川儿哥有点危险，川儿哥相当危险，非常危险，对。好像就我会打老虎似的。老虎可能也想，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？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？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。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，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，热烈明亮，引人注目；内向的人就像月亮，只要有太阳在，没有人能看得到它。到了晚上，太阳休息了，月亮还亮着，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，根本睡不着觉。他在想，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鸟鸟。你们好，我叫秋瑞啊，我叫秋瑞。我是个沈阳人，现在在北京生活。就作为一个外地人，没有钱的话，在北京你会穷得特别具体，你就只能住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。我家现在到公司要倒4班地铁，到河北只需要2班。而且我去租房子的时候，租房软件上有个特别气你的一句话呀，它让你输入你想住的地方。我是想住郊区吗？我坐地铁有瘾哦。他进自己的状态了。对对对，一股子愤怒。那是我想不想的事儿吗？我想住故宫。都没有钱，你不想住郊区，就只能跟人合租是吧？家里东西坏了都没人修。我家那个卫生间灯泡坏了就没人修，逼着你拿浴霸照明啊，那叫一个晒呀！坐在马桶上都不能保持不动，你得扭动起来，不然就晒伤了嘛。跟那个土耳其口有一个原理，你发现了吗？我现在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呀，还有同事问我呢，秋瑞你最近是去做美黑了吗？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，我最近就是有点拉肚子。哎，还不给灯呀？我们这帮外地人想租个房子太难了，是吧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找几个房产中介，听他们给我们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一居室。我跟中介说，你给我找个1居，他推门就带我进了个2居，跟我说这原来是1居。我说哥，没你这么说话的呀。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呢。这个劲儿还挺奇特。他肯定要跟豆豆进最后一轮，不算。他带我看过一个最离谱的房子，那个户型名就叫钻石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吧，找不到一个直角，却有4个东南角。你走进这个屋子，就感觉走进了钻石的内部，你都没办法说它家徒4壁，那玩意儿最起码家徒12壁。我那个卧室是梯形的，
卫生间是三角形的。这个房子复杂到，我想知道它的具体面积，得连一条辅助线。我去，好巧啊，这个梗。哦。啥房子棱角能这么多呀？你感觉这个房子是用别的房子那个边角料给你拼出来的？这个房子给你盖的七扭八歪的，它有4个东南角啊，却都是锐角。我还真魔怔了。这挺好笑，这个太好笑了。你把它改成玻璃的，在里边都能看得见彩虹。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特别大的优点啊，它应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卫生间了，三角形的嘛。就算地震来了，也打乱不了我洗澡的节奏啊！我说它是三角形的，都抬举它了，那就是个三棱锥呀。这个好。它墙跟地面都不成一个直角，它要给你成一个45度。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呢，是我房东阿姨给我把马桶塞在了这个角里边，让你根本站不到它前面啊！你想走进那个空间，得把自己的身体跟它摆成一个同位角。太形象了。慢慢顺进去，关键这个姿势你进去了就站不起来了呀！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一个墙角堵在了一个墙角。谢谢你们，诸位家人们。Hello， 我太难受了，我太难受了。我的对手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，要在我们3组里淘汰一个，我太难受了。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。我想尽各种办法，我去找效果老板，我说老板，咱从节目考虑，淘汰我不能上热搜。有道理。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，是，因为没人认识我。老板说对，你是谁呀？谢谢。今天的主题是上班。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。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，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上海话。他说这是英文。我说但这里是中国。他说但你面试的是翻译。做假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强。
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。哦，我的校友全来了。当年在我们那里，“海王”这个词儿，形容的还不是渣男，是我们专业年级第一。我来效果面试 ，HR 问我，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？我说当了4年海王。他说你真不要脸，符合我们公司文化。我很喜欢鱼，大学在宿舍养了一盆小鱼苗，回去发现我室友在做足疗。为了从事这个行业，我还去学校鱼塘偷着练游泳。换气很难，要在水上吸一口气，水下吐出来，水上再吸一口气。我不会，在水上吐了一口气，下去喝了一口水，上来吐了一口水。我怀疑这个场面被人看见了，因为过了几天有人传鱼塘里有鲸鱼。咋想的？天哪！当年因为过度捕捞，嘉陵江渔业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。我决定在实验室培育鱼苗，放进嘉陵江。当时我在上游放，渔民在下游捞，鱼都懵了。啥意思啊？欲擒故纵啊？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，鱼都还记得。这鱼是7秒钟，7秒钟的记忆。我喜欢你们。很聪明，很聪明。我每讲完一个段子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，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。我太不要脸了，符合这个公司文化。我们继续。我前老板特别爱讲大道理。有一次开会，他拿了一根筷子，掰断了，又拿了10根筷子，也掰断了。说，看见了吗？你们加一起也斗不过我。太强了。刚才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了，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。其实职场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，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。有一天晚上下暴雨，我在街边看到一个男生忽然蹲下大哭，哭得很惨。更悲哀的是，路过的人不仅没安慰他，还围上去拍短视频。我很心酸，我走过去，我说：“兄弟，你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哥，我们在拍短视频。”大老师肯定喜欢这破玩意儿，没头没尾的。没有想到吧？最后我想说，我去过很多公司，但效果是唯一一家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的，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。同事之间氛围很好。我还发现小北，有人认识小北吗？有一些。我发现小北是我的校友，因为他跟我说，他们学校有鲸鱼。
讲完了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俊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这一组的阵容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庞博、王冕，我，2个王，带个3。哎，那么3要出牌了哈。我们今天开始聊心理健康啊，我发现姑娘们的容貌焦虑我不太理解，就是没必要啊，因为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让自己变好看了。有没有人觉得现在街上美女比帅哥要多得多？对吧？我听说女生你们会擦身体乳，就是为了防止胳膊肘这地方变干，还是有什么变化？你知道？我对我的胳膊肘 ，I have no respect for my 胳膊肘。我这辈子意识到我有胳膊肘啊，就是我撞到麻筋儿的时候，但那个时候我的胳膊肘已经没有意识了。我觉得它已经没有必要，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去解决它了，就是护肤、化妆，还能做什么呢？直到那天我在地铁上看见一个女孩在我前面 P 图，从来没看过你们 P 图，只看过你们 P 好的图。很神奇，她很清楚自己还有哪里不好看，因为她知道要 P 哪儿，你知道吧？她甚至不用看，一边和闺蜜聊天一边就 P 好。那种啊，是吗？要不咱们就这么定了吧？很神奇，但男生不知道。他当时发了2个大同小异的版本，问自己男朋友哪一张好看。我隔着屏幕就感到对面很紧张，因为微信上面啊一直显示的输入中，但就是没有消息过来，你知道？我觉得怪不了他，因为男人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甚至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吐槽这个事情啊，就是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对直男的冲击力是很大的。就是我曾经在观摩过几个女孩发大合影的过程，她们先在群里面选了一张大家都愿意 P 的照片，然后开始 P 图接力，你知道，最后所有人确认 confirm， 产品发布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为自己的兄弟们 P 一张合影。我们发合照的标准非常低，就是人齐了就行。你经常可以看到那种7、8个男生勾肩搭背打完球的时候，但总有一个人被抓拍到那种微笑却半闭着眼，知道？真的。真的不是我们没有看见啊，只是我们不在乎，我们只在乎自己啊有没有踮脚。是这样。但女生其实会很敏感，我发现这事儿了。之前我和一个女孩出去约会的时候，我跟她聊天，我就看着她，她就问我是因为我有颈纹吗，还是你一直在看她？我说第一，在你说这个之前，我不知道有这种皱纹。就算你指给我看，你说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，我都会说这是脖子吧。你这么一问，我也不太确定了，是吗？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吧？第二，我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，在这种男性凝视下边，女生的第一反应是自己不好看，但是没有女性凝视，不可能有女性凝视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女性凝视会怎么样？你看一个男生时间久一点，我们只会觉得，哼，你喜欢我。真的，我们就是你们甚至都不用凝视，你们就偷瞄，你知道吗？几个姐妹一起，我们对这个眼神特别敏感。你们几个姐妹一起，哎，那边有个帅哥，一个一个看，我先来。那边那个帅哥周围的一圈男生都捕捉到这个眼神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在那边表面上，但心里边。我确实是帅，但我不讲这么调侃的男生很多事情，然后不希望大家觉得男人好像没有容貌焦虑，焦虑所有人都有，焦虑是比较出来的。我看见庞博，他很幽默，他很帅，我很焦虑；我看见李诞，他很幽默，我的焦虑就缓解了。就是这个焦虑是比较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我其实觉得我们男人的容貌焦虑不多，完全比不上我们的男子气概焦虑。完全比不上，就是我们的男子气概完全建立在那种虚无缥缈的标准上面了。就有人说男人在太阳下面打伞就没有阳刚之气，然后我就不打了，对吧？底层逻辑就是
即使我得了皮肤癌，弥留之际我都会庆幸啊，还好我是个男子汉。A freaking die a real man。他的底太好了。再举一个例子，给大家，我其实是个直男，但我特别喜欢敷面膜。特别喜欢。第一次其实是我前女友让我试一下，我不乐意，我心想我一个大老爷们为什么要试这个东西？但是当我试了以后，也太爽了吧，就是。但我当时不能表现出来，我就还行。他说你不喜欢就给我，我说那不就浪费了吗？这，最后敷太久啊，面膜都硬了，还有我脸的形状了。大家有没有看过三星堆面具？就挺像了，真的。后来我们分手了，你知道，我要自己去买面膜了，很羞耻，因为我要把它假装成一个没有计划的冲动消费才行。然后我就过去以后买到只差100几十块钱就可以打折了，然后我就要极不情愿的拿起面膜说：“哎呀，怎么只剩下这个了呢？”导购在旁边说：“先生，我们还有沐浴露。”我不洗澡。当时我明白2个道理：第一，你可以网购；第二，不要活在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里面，就是不要管那些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人，这会让你心里不健康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女孩发了一张 P 过的照片，我给她点了一个赞，然后给她发消息，我说其实我觉得你不 P 图也很好看，自信一点，不要活在别人对你的期待里。我感觉话明显触动到了她，因为微信上面啊一直显示着输入中，然后她回我管好你自己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张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志胜。就我没有容貌焦虑。太快了！我头发都这样了，我都不焦虑。你说豆豆，你们焦虑什么？哎呀，但是刚才庞博老师说他是色弱嘛，其实我是红绿色盲。我也是在知道庞博老师是色弱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色盲分为红绿色盲、蓝绿色盲之外，还分为好看的色盲和不好看的色盲。但是我也确实因为得了色盲之后，得到了一些对我长相的肯定。因为每一次我看那个色卡的时候，医生都在那儿，你好好看。我说这好看就完了吗？还好好看。我也是得了色盲之后才发现，原来大家对一个病的态度竟然可以是好奇大于同情。就我是在高中确诊的色盲。就我确诊色盲之后，我的同学就直接以我为中心，把我围成了一个圈儿。我当时站在圈中间，看着大家那种期待的眼神，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色盲表演艺术家。而且这个时候还有同学出来说：“志胜来，你看那是什么颜色？你看这是什么颜色？”那种感觉就是哦，你是色盲呀，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。关键是我在那看不上颜色，他们还在那里鼓励我说：“志胜，没事儿，你再仔细看看。”我当时都懵了，我说怎么仔细看看？就是我色盲是因为我太粗心了，是吗？这都不看。而且大家要知道啊，色盲这是一种病，而且这种病治不好，这是一种绝症啊。绝症。但这个病真的没有人同情你，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。那而且色盲作为高中生物的一个重要知识点，就我的同学后来看我的眼神中开始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。就他们开始不光关心我，他们开始关心我爸妈，说：“志胜，你是色盲，那你爸妈呢？”我说：“不是啊。”哦，那他们的基因型是大 A 小 A 啊。
的概率是1/4呀。而且色盲这个病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，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是分不清红绿灯的。我第一次过马路看到红绿灯，我还特别奇怪，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，我说老师啊，为什么红绿灯这么重要的东西要用2种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？那老师都懵了，说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。而且我妈知道我是红绿色盲之后，就一直跟我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呀，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你再过。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，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。每次这个时候我都要在那里等一个人来。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，非常合理，我就在那里等红灯。但如果是绿灯的话，他会发现我也不走，但一旦他从我身边经过，我就会立马跟上去。就这么跟了4、5个单身女性之后了，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女生啊，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，就会开始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脚步。但是她们加快脚步，在我眼中意味着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他会超高，应该是第1了，应该是。后来啊，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红绿灯的规律。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，就在我眼中啊，绿灯亮，红灯没那么亮，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。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，说志胜啊，那你黄灯怎么办？我说黄灯我本来就认识呀。我就发现啊，我这种色盲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，就看不清红绿灯。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精神性色盲，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也不看红绿灯，他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，只要超过3个，红灯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。真的有一次我跟你大妈在那闯红灯，我说大妈，这不是红灯吗？哎呀，小伙子。你走着走着就绿了，发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浩哲。小眼睛的又来了，职场嘛，眼睛小也要随领导啊。我今天聊职场，我的职场之路开始的很隆重，因为我入职的第1天赶上了公司年会。第1次参加年会，给我震撼到了，全是不能称之为才艺的才艺。我目睹了几个胖胖的男同事穿着裙子跳孔雀舞，我说乖乖，这世界上哪有这么肥的裙子？领导致辞还说年会能提高凝聚力，当然了，因为一起丢过人。我很后怕，我这个身段但凡早来2天，那个开屏的就是我。我就在想，领导让员工在年会上表演节目，父母让孩子在饭桌上表演节目，是不是人一旦掌握了权力，就会喜欢看别人表演节目？什么叫靠脸吃饭呢？对呀、你也可以不演，跟外下去也可以。那可不敢。这里完全没有讽刺李诞老师的意思，他绝对有这个喜剧的鉴赏能力。我本以为年会跟我没啥关系，万万没想到抽奖1等奖抽出了我的名字，同事都懵了，这孙子哪儿来的？这孙子不会是领导的孙子吧？我也懵了，羞答答的上去领奖。这时领导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对我说：“过去的1年辛苦你了。”我觉得可以。没为公司挣1分钱的我，拿着崭新的 iPad Pro， 我赶紧说，我今后一定努力工作。但满脑子想的是，我要不直接辞职吧？这家公司我已经挣够了。但是我不能辞职，我参加过年会，是个有凝聚力的人。况且过几天公司团建还有免费旅游，旅游嘛就是放松，对吧？放下社会上的种种压力。
结果公司去了158个人，这不是放下社会，这把社会带上了。你再不开我就把你开了，知道吗？食堂阿姨都去了，这是连社会保障都带上了。到了那个度假村，我想去酒吧喝点小酒，结果一进去全是同事。朋友们，如果一个地方同事的含量超过了60%，那不管这个地方之前是干什么的，他现在就是职场啦。就会有一些莫名的比较。我踏进酒吧的一瞬间就进入了工作状态，因为我看到吧台那里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做 PPT 了。说真的，我之前打死都不会想到酒吧里居然会出现 PowerPoint 这种脏东西。你说这时候要是有个初中生一脸憧憬的进来，得多幻灭呀！这成年人的快乐就是动画效果和艺术字体呀！早知道跟电脑课一样，我就穿鞋套进来了。这是哪年代的电脑课？他为什么会知道鞋套？压力太大了。这次的这个主题叫做不上班行不行？我的感觉是只工作行不行？因为工作不难，难的是工作以外的人情世故。我以前什么乱七八糟的表情包都发，什么亚洲舞王赵四嘴角抽搐，黑人一头问号。我室友让我帮他拿个外卖，我都会回他一个歌神张学友，小嘴一撅，压谁了雷？都是这种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回不去了。我的表情包里新加入了从严肃到活泼6种不同风格的 OK。鞠躬和磕头2种不同姿势的谢谢老板。我一个1.9米、240斤的山东大汉回微信可温柔了，会议记录做一下，好的。还不给灯呀？波浪线玫瑰，压力太大了。为了缓解压力，我开始玩脱口秀，现在又加入了笑狗文化这个和谐有爱的大家庭，压力更大了。笑狗文化是个什么地方啊，朋友们？这是每年夏天都有一个新王登基的地方。走吧，大哥俩。那在你身边的都不是同事，那一个个都是王储。我现在看着呼兰、杨笠、周奇墨这几个大阿哥摩拳擦掌，我去。宫斗戏。担不起，担不起。就特别能理解皇上驾崩的时候那帮太监的心情，就是这么多新主子，我该伺候谁呢？所以这次这个脱口秀年会，我没想过登基，也没想过拿1等奖，就让大家知道这孙子叫张浩哲。我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